聚散云不定，怎奈余生流离，宿命的掌心。若年岁尚能留我一息，若你懂我的真秘，只身闯入棋局，落子无悔意。纵然这一生枷锁，困我求我，此生都经过，无畏命运的蛊惑，斩断了因果。缘分这一世枷锁，爱过恨过，就无负诸错，以星火淬炼成果，不去等复活。这帮人的心也太狠了吧！好了，这针眼都快找不见了，你上哪门子药啊？我就上，什么人啊往人膝盖里面扎针，针归上一盏茶，那这腿不就得废了？你我也在冷宫住了数年，这种阿杂手段不早就司空见惯了？可我心疼公主啊，这才出虎穴，咱们就又入狼窝了。这里可比在北苑宫中好多了，起码我可以逃，可以躲，甚至可以反击，不像是在吕后面前，为了长诀，什么都得生生忍着。咱们应该把这事告诉沈相，让他去惩治手底下的人啊！告诉他，这针呀，指不定就是他放的。当然，孟夫人也有可能，端娘子和秦娘子都洗不清嫌疑。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试探我的底线，我的本事，以及我的目的。今天这个门，若是没有得到他的默许，不会进得这般难的。底下的人都看他的眼色，自然就都跟着踩一脚了。四面楚歌，咱们这以后可怎么办啊？面对奸相，自然要做小伏低，降低他的警惕；面对其他人，则必须锱铢必较，太过乖顺亦是反常。总之啊，我们先稳住奸相，在此立足便不是问题。公主，这都快要到合金礼的时间了，这奸相怎么还不来？进门第一关是秦娘子，敬茶是孟夫人，现在到她了。相爷，今晚府上都盯着您，您真不去合金礼？怎么，你想去啊？是不是查出那晚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？一个娇弱公主心怀大义，千里迢迢来到大齐，又落入这吃人的后院，手无缚鸡之力的。没关系，才更可疑。焉知他是不是图谋更甚？相爷，江娘子侍女青台求见。公主说，相爷公务繁忙，她就不叨扰了。今晚的合卺礼也会让喜娘依着相爷不在的境况来准备。什么喜娘？公主不懂大齐婚俗，怕出差错，早先求齐王陛下从宫里拨了个礼乐女使过来充当喜娘。今晚征春阁的议姻事宜由她指点交流。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去把窗子打开吧，免得外面盯着的人看不清楚。
叹什么气啊？你放心好了，我把女使都搬出来了，她一定会来的。我不是怕他不来，这奸相如此浪荡不羁，奴婢怕他会对公主乱来。他提防我都来不及呢，来了也只是走走过场。见过相爷。我是薛家的，请通报一下沈相。薛家？对，没听说过。你只管向相爷通报，就说有个姓薛的来见诺了，他一定会见我。我先带您去偏厅。好，多谢。见过相爷。出去。相爷能来，桃花欣喜不已。怎么？不是你费尽心思让我来的吗？相爷也太心急了。这扇子是要等新郎吟诵雀扇诗后才能掀开的。你这么碍眼，不怕把自己给演进去吗？桃花对相爷一片真心，天地可见，怎会是演的呢？宋女士到。啊，相爷自重，情浓意切是好事，但该有的规矩不能少，不然便是我大齐失了礼数。宋女士，桃花长于北地，自小散漫惯了。相爷公务繁忙，还能拨冗前来，我已然心满意足。不如就删繁就简，喝个交杯酒，送你使见证即可。这话倒叫本相惭愧了。什么事情能有公主重要？有劳女使按规矩来。这公主怎么还端了盘肥肉来？听说是他们北地的荤俗，可咱相爷不食豚肉啊。肥肉好啊，丰盈富足，福寿连绵。二位新人，拿筷子吧。相爷今日给了桃花许多惊喜，桃花无力回报，只能选了块最大的福气献给相爷。这新夫人可真贤惠啊，相爷快吃啊。江娘子有心了。行合锦礼。这喝金酒，怕不简单。你既不安好心，就别怪我对付你。桃花不胜酒力，少喝一点，相爷不要介意。公主不是处处以我为尊吗？还是说，对这桩婚事根本就不满意？
既是合卺酒，自然要与相爷共享。相爷霸气，江娘子温柔小意，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李成，入洞房。这还了得！得赶紧回去告诉夫人。我也要回去告诉我家娘子。已经通报过了，相爷今日纳妾，耽搁了会儿，马上就来。你先用茶。那我还是明日再来拜访吧。把人处理了，小心点，别被看见。是。何不让孟婷一块送出去给大公子他们，让他们挤一挤，才知道我这个女儿还是有些用处的。更衣。啊？北院的嬷嬷没有教过你圆房一事吗？教是教过，可……公主费尽心思嫁进我相府，怎么到关键一步，还扭捏起来了？没有扭捏，我们不过是走走过场，我没有想过真的要圆房。球里有东西，不过是一点南越的小特产，会让人神思恍惚，尽吐真言。既然沈相不相信桃花，你想问什么就直接问吧。说，为什么非我不嫁？桃花本就是不受宠的公主，被迫来此地和亲。本以为余生寂寥，可醉梦楼一夜，让我有了新的期望。沈相仙姿玉色，朝堂之上又气宇轩昂。桃花对沈相一见钟情，世人皆说我奸邪狡诈，作恶多端，你不怕吗？怕。可为相者，若无雷霆手段，便自个儿也会万劫不复。桃花宁愿相爷再坏一点，这样总好过明朝被他人踩在脚下。巧舌如簧，你嫁进来，难道就没有别的目的吗？桃花发誓，嫁给相爷只为苟活，而活着是想要与相爷相伴。
你最好没有别的心思，不然。公主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那奸相又给公主喂药，这一个两个的可真不是东西。我惜福之所以，吕后也算做了件好事。啊？可能是降桃丹的毒性太猛，且又克制其他蛊毒的功效。一开始我的确有些不对劲，但很快就好了。既然天赐良机，索性就陪他演下去了。那南岳的屠真谷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相爷，何事？轩然死了。我们发现他的时候，他被丢在了乱葬岗。炮找到了？没有，身上附近都找过了。相爷，此人所受致命伤乃脖梗处刀伤，刀痕不深，并非大力所杀。监制在他身上找不出任何反抗痕迹，小的揣测，应是被人迷昏后再杀害。这黑土是为了养花，我曾特意高价请人去北方运了不少黑土来，怎么会这么巧出现在血染的鞋底？难道？战卢，马上封锁相府，所有人禁止出入，违令者杀。是。相爷有令，封府。不过相爷，那接下来的路，敌暗我明，我该当如何？这戏台子都搭好了，还怕唱戏的不来吗？只不过还缺一剂猛药罢了。将画在我这的消息放出去。明白。相爷，你说他们既得了化，还真的会来犯险吗？要来了自不必说。若是真全无动静，府中能如此沉得住气的，恐怕也就只有那么一个。孟平来报，说相爷得到了薛然的话，万一薛然真的留下了别的线索，或者他藏在身上的那幅根本就是赝品，那咱们岂不是？也有可能相爷手上那幅才是赝品。孟平去书房附近看过了，附近的守卫确实增加了很多，所以找不到机会进去。相爷固步迷阵，无非是想引蛇出洞。咱们不如借力打力，祸水东移，看看相爷究竟是何盘算。书房、花厅，那奸相他自己的房间，这里是夫人和齐娘子他们的住处，这儿是住着丫鬟们和小厮们的东西厢房。这画进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公主误打误撞也是嫁对了。不过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奸相藏哪儿呢？我猜不是书房就是卧房，咱们多探探。不可，太过显眼了，只能先去一个地方。战卢平日都守在哪儿？书房。相爷请江娘子移步书房。相爷可有说叫我去做什么？这怎么会跟小人讲？知道了，你先在门外候着，我进个手边去。哎。
是。公主，我们刚要去书房找画，这就送上门来了。这天下哪有如此巧的事情啊？连你都觉得有问题，说明这问题不是一般的大。公主，单凭你我，连靠近这书房都难，不如顺水推舟，将计就计，借着幕后之人的安排，查看一二。既然有人想要拿我当替罪羊，焉知不是我的免死金牌呢？那里就是书房。相爷吩咐，让江娘子在屋内稍等片刻，她马上就过来。还有段路，你不引我过去吗？书房内机要甚多，平日里只有战卢侍卫可以进入，小人不敢靠近。下去吧。哎，是。去了书房。轩然出事的时候，江桃花主仆都在争春阁，绝无可能。凶手是特意引他来试探此局真伪的。谁带他去的？只看见江娘子一个人从小径过来。此人熟知路线，定是有备而来。这么多画，哪幅才是日照千峰图呢？每幅画的笔触都不相同，是不同的人放的，可上面的印却都是这个叫薛然的。先不管了，把画都记下来，回去临摹以后再细细查探吧。暗格，相爷，本相没空陪你演戏，说，谁让你来的书房？换我来的不过是一寻常小厮。桃花刚进来1天，怎会知晓他的姓名？那样貌总该记得吧？只认出来，本相就相信你是受人哄骗才进的书房。若是桃花只认出来，怕是又要让人给恨上了。相爷若是想给桃花树敌，总得说清楚这缘由吧。暗格被动过。再者说，这书房里都是一些字画而已，相爷何至于此？如此说来，这书房里的东西，你都查看过了？桃花一直站在此处，未曾随意走动。那就好。公主，哦不，现在应该叫你江娘子了。江娘子不必再费心逃亡，也不要觉得借由此事便可拿捏本相。你不指认，本相一样查得出来。
只不过多费些功夫吧。但到那个时候，江娘子的嫌疑可就洗不清了。江娘子信不信？哪怕有一天你暴毙而亡，而本相依旧会是左相。至于你的那些小心思，不论是什么，也都不重要了。今日当值的杂役都在这儿，能不能找得出来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江娘子来来回回走了3趟，可找到那人了？是你蓄意包庇，还是压根儿就没这个人？本相最后再给你一炷香的功夫。所有人，抬起你们的右脚。江娘子怎可血口喷人？我今天不值夜，早便睡下了，何曾去询问你啊？相爷明鉴，现下封府四处都有人值守，哪一个见我天黑以后出过门？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法子乔装，但一定是你。母后曾对我说过，一个人什么都可以改变，唯有走路的姿势是变不了的。你的左鞋外侧磨损严重，可奇怪的是，你右脚却习惯用内侧发力，以至于右鞋是内侧磨损严重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的右脚外侧，也就是脚踝处，曾受过伤。真神啊！前2年他崴脚，还是我照顾他。是，我身上有伤，是不假。可亦有可能是江娘子看了我鞋底之后，故意栽赃陷害于我。前几日刚下过小雨，你带我走的小径还有些泥泞。相爷现在可以去查看，也许脚印还在，采来对比便可知道。压下去，我亲审。相爷，他没气了。既有脚印，何不早说？那是我诈他的。若此人当真清白，自然无惧。不过相爷，现下此人已经畏罪自裁，是否可以证明桃花的清白了？能是能。不过江娘子能否告诉我，既然觉得那人可疑，暗中观其步态，又知晓书房乃是禁地，为何还要听他的话进去？桃花突然收到相爷传话，喜不自禁，就一时昏了头呢。
谢相爷。那奸相本就喜怒无常，那幅画又如此关键，他威胁几句，应当只是恼怒公主进了书房。自从母后离世，我见过太多心怀不轨之人，有想害我的人，有想折磨我的人，自然也有想杀我的。昨日在书房里，他好像发现我动过暗格。沈在野那边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那需要奴婢提前准备些什么吗？事情还未出，太杞人忧天只会徒增烦恼，这几日小心即可。好，我听公主的。这一大早，相爷怎么来我这儿了？知道夫人这有好茶，特来讨一杯喝。夫人昨夜睡得可好？无风无雨，自是一夜好眠。昨夜府中闹了一宿，夫人竟还能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安身休息，着实令本相羡慕啊。昨夜出了何事？一名胆大包天的小厮，竟易了容引江娘子去了书房，且不知有什么目的。此人名号孟平，是门房的小厮，夫人可有印象？此人平时胆小怯懦，向来老实本分，怎会做这种事？不过是幕后之人指使罢了。战路已经去查了，若是查到此人，该怎么严惩？还真被相爷问到了。妾身虽掌管钟馗，却不知如何处理妥当。我知道，心有二意之人，自该严惩。这么多年，夫人还是只喝得惯右相送来的老君山。夫人，月堂，相爷对我起疑了。那幅画得尽快送出去，迟则生变。是。丁锦、孟真真，一举一动，皆要来报。那江桃花，公主，酥羊排、剔里脊、胡麻油炒鸡蛋、香煎酥乳、桃花酥，还有小炒肉。公主，咱们吃吧。去把银针拿来。不用那么麻烦。前几日书房一事，江娘子受惊了，为表补偿，特意寻了这些北苑美食，以慰江娘子思乡之苦。蒙相爷厚爱，桃花惶恐。
既担心有毒，怎不想想，本相也有可能是吃了解药才来的呢？相爷若想杀桃花，有的是办法，何必以身犯险呢？倒是有些自知之明，不过本相好奇，这玉京贵女多半娇生惯养，你好歹也是北院嫡公主，怎么竟生得这般审慎周密呢？正因是嫡公主，一言一行都被人盯着，所以对万事更要见微知著。相爷觉得呢？不过既然嫁进了相府，以后也不必如此谨小慎微。这几个菜是奖赏你识出了孟嫔有功，明日世子在鹿野苑设宴，你与我同去。世子设宴，按礼制应当是夫人陪您去。你方才不是也说了，你身为公主，言行举止自然比他们更加体贴周到。况且你心思细腻，我更放心你。此事不必在意，做好准备便是。公主，今日这奸相活像是刚长出良心，说话都变好听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明日世子宴上，你我务必要小心。明日之事准备的如何了？禀相爷，已备妥了。可是江娘子毕竟是北院公主，嫁进来不到7日，要是出了事，主上那边应该如何交代？是世子动的手，又何须本相交代？明白了。一无所知，花美不可一世。花落北风便知，正中间黄如隔世。花瓣被雨淋湿，心碎且终而至。花落泪，辗转心事，无处可告知。心愿在泥泞里挣扎，遗憾在绝望中厮杀，还盼他摘下怀抱露出的花，就算要将此花赠予谁窥视，爱恨只能一掷。
花枯萎，破败心事，再无需告知。